注意看，阿瑟正用190公里的时速追捕前方这位老哥，可下一秒意外突发，车辆打滑出现甩尾，阿瑟救车失败，撞上右侧的护栏之后再次撞向左侧，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威廉罗克正在路上巡逻，前方这辆白色的 SUV 很快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明明是急弯匝道，他的速度却不减反增，甚至一度开到了右侧的着急车道。眼看他超车一辆又一辆，这反常的行为让阿瑟察觉到了异样，于是立刻加速跟上，想看看这老哥是什么情况。眼看老哥车速越来越快，阿瑟立刻打开氛围灯，看见身后有警车，老哥完全没有意识到阿瑟的目标就是他，甚至还连忙打开转向灯靠边减速给阿瑟让行。直到阿瑟跟在身后不超车，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氛围灯是冲他来的，既然装不过去，那就不装了。在阿肯色州想开罚单得靠本事说话，不过从老哥不断左右切换的转向灯来看，他似乎有些紧张，当然也有可能是用来故意误导阿瑟的操作。管他花里胡哨的，先跟上再说。随着两人的一阵加速，加上又是下坡，两车的速度很快就接近了200公里每小时。这个速度对于阿瑟来说早已是习以为常，所以当看见前方没有了 NPC 时，他便第一时间走位，开始找机会动手，用203公里的时速靠近老哥。可才准备贴贴之际，赫然发现前方还有一位 NPC， 阿瑟连忙控制速度，却导致车辆甩尾。好在经验丰富，才有惊无险的救车成功。这一波操作让在一旁看热闹的老哥直呼精彩。趁着阿瑟还没有恢复状态，老哥连忙加速离开，走位简直不要太嚣张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道奇杜兰戈 RT 版，这辆车搭载5.7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60，100公里提速6.4秒，峰值扭矩529牛米，最高车速可以超过230公里每小时。和阿瑟所驾驶的道奇充电器用的是同款发动机，但作为 SUV 风阻更大，想用速度摆脱阿瑟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就在阿瑟即将跟上之时，老哥突然一个极限变道，这平八字的行为叫阿瑟险些措手不及。在这波时速200公里的变道下，老哥也遭到了反噬，多次调整才勉强救车成功。可阿瑟却趁机来到身后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没有技巧，全是大力。虽然给老哥的车留下了一些凹痕，但并不影响他继续前进。而起步速度明显是道奇充电器更加占优。就当阿瑟准备再次贴贴之际，老哥突然踩下了刹车。虽然经历了数次交锋，但此刻两人又一次回到起点。这一次由老哥率先发力，只见他突然连变3个车道，去到左侧开始加速。明明自己前方有路不走，这分明就是拿 NPC 做挡箭牌。这老哥会的还不少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。好，居然是位5星巅峰的老哥，也难怪几个回合下来，阿瑟都没能在他手上讨到便宜。而此时前方不远处的氛围灯闪烁，看到了友军，阿瑟连忙向他呼叫支援。队友里尔斯也是第一时间加入了这场对决。都说从阿瑟的视角里面看着没有那么快，从第3视角来看，这辆车只是几秒钟便去到了视线之外。回到罗克的视角，前方上桥是一个弯道，此时他的车速在190公里左右。当他快要接近老哥之时，车辆却是突然失控，尽管反打了一把方向救车，但强大的惯性还是叫他撞上护栏，左右开弓，最终眼前一黑，潇洒的睡在了路边。当身后的里尔斯跟上来时，队友罗克已经开着双闪在面壁思过了。在得知了队友并没有受伤之后，他便开始全力追击老哥。趁着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分析一下阿瑟撞车的原因。这起事件的时间是2026年的1月31号，当地晚上的温度能够低至零下10度，而就在3天前，阿肯色州刚刚破了127年以来最大的降雪记录，所以此时的路面上不仅有积雪，可能还会有间断性的结冰。前面两人出现几次侧滑也是这个原因，而阿瑟出事故的地点又是在桥上，温度只怕是要比其他地方再低上不少。而相比较后驱的道奇充电器，老哥所驾驶的道奇杜兰戈标配4驱，相对而言会更加稳定。里尔斯加入这场对决已经过去了1分多钟，可除了最开始老哥从他面前经过以外，他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老哥的尾灯。此时完全是凭借感觉在大海捞针。换做往常，这个时候就会选择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但这一次不同，因为有阿瑟撞车，所以事态严重升级。阿瑟不仅不会轻易放弃，还喊来了其他队友对附近进行仔细的搜查。毕竟老哥驾驶的这辆车非常显眼，而且右侧还有阿瑟撞下的凹痕，短时间里老哥肯定走不远。多位阿瑟从不同的方向分头排查，想必要不了一会儿就能找到老哥。可偏偏事与愿违，这一找就是5分多钟，多位阿瑟都毫无收获。就连最先赶到现场、最有希望的里尔斯也是率先关掉了氛围灯，而这也意味着老哥在干掉一辆道奇充电器之后成功完成消息。现在里尔斯和另一位支援的队友洛伊已经汇合，两人都关掉了氛围灯，停在路边开始讨论老哥的去向。I didn't see anything come through here, and I've been sitting here for about 30 seconds to a minute.
I thought he was still going north, and so I turned around that turnaround on the bridge versus actually going to the bridge. 躺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和老朋友神器小鹿夜猫护颈枕 Pro 一起玩。我的手机搭子兼睡眠神器，一个直接顶4个用，阿萨趴靠躺都舒服，每次推完好评多到不想数。这次年货节可以抄底入，依旧是2种配色随便挑，2款整套随心选，大家抓紧上车。以前阿萨玩手机，一个姿势挺2膝，肩酸手麻还应激，现在用上夜猫枕，7大分区加软硬双区设计，趴着下巴手臂有处搭，胸口也在上面安了夹，脊椎拉伸效果佳。躺着玩手机不砸脸，更不会挤出双下巴。阿萨喜欢靠着玩，腰部悬空背部塌，困得往下一滑。7A 级抗菌整套，亲肤透气，高弹记忆棉枕芯，透气排汗不黏腻。阿萨枕在上面，整晚头肩颈齐平，晚上睡得香，早上立马把老哥抓捕归案。年货节到了，阿萨找小鹿多要了些券，底价入手送运险，2年内开店免费换新，春节不打烊，自用送礼都不要错过了。两人还在因为这场追逐的失利复盘，可下一秒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，一辆白色的道奇杜兰戈从2人眼前缓缓驶过，这大摇大摆的模样将阿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让我都怀疑是不是只是巧合碰上了同款车。可当阿瑟打开氛围灯想检查一番时，老哥却是踩下油门快速逃离。好，看来没有认错，这还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剧情就算是脑洞比肯尼迪还要大的编剧都写不出来。不过找到归找到，能不能拿下还是另一说，毕竟前面老哥所展示的实力大家也都看到了，何况刚才消息之后他大概率已经晋升为6星大佬，现在再次交锋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10来分钟没见，老哥依旧保持着打转向灯的优良传统，而阿瑟也吸取了队友撞车的教训，过弯时完全不敢踩油门，等到稳妥之后才开始加速。现在所走的道路是阿肯色州的40号高速，这个数字大家听着可能没什么概念，但是它途经自由之桥，连接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，老粉丝都知道，过了桥之后阿瑟就没有执法权限。这就是2位阿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地方汇合，因为他们预判老哥大概率会走这条路，只不过他们没想到老哥绕了一大圈才过来，刚好和他们撞了个正着。而这里距离自由之桥仅仅只有5公里，也给阿瑟截停的时间不多。老哥也知道自由就在前方，所以此时他的车速已经达到了210公里每小时，而他正不断的变换车道，试图拖延阿瑟的进攻节奏。在阿瑟即将靠近之际，他突然一脚刹车，又是这老一套的招数，但这一次他失算了，因为里尔斯就在后方，趁着老哥放慢车速，他毫不犹豫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这一下势大力沉，但老哥却肉身硬扛，成功脱困，反倒是阿瑟差点借助积雪飞到对面车道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虽然速度慢了不少，但却是成功拖延了一大段距离。现在距离自由之桥越来越近，头顶的路牌显示距离孟菲斯的方向只有1英里，按照这个车速只怕是要不了1分钟。双方的较量来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，究竟谁能笑到最后？面对阿瑟的步步紧逼，老哥不断的左右变换车道，拖延阿瑟的进攻时间，可始终避免不了被阿瑟越靠越近。眼看连100米都坚持不了，老哥连忙变换车道，选择利用匝道来拉开距离，试图叫阿瑟再翻车一次。这招确实有效，拉开了距离，不过却也有弊端。虽然这条路可以通往2号自由之桥，但距离却是要远上2英里。没办法，这也是在刚才阿瑟步步紧逼的关键时刻临时做出的选择。因为在那一刻，老哥已经感受到了阿瑟强大的威压，仿佛下一秒就会截停，才做出这样的选择。对于阿瑟来说，剩下的距离依旧不多，不能再继续拖，必须得操作他一波。这一刻油门焊死，道奇充电器的时速来到了220公里每小时，看着老哥还在前方摇摇晃摇，阿瑟卡住中线，缓缓靠近，顿时就将老哥给架住了。这个位置刚刚好。就在阿瑟准备动手之际，老哥突然又一次变到右侧，但守住中线的阿瑟可以左右开弓，趁老哥变完道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3位阿瑟拉扯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给了老哥如此沉重的一击。来看看身后队友的视角，这一下的时速接近200公里每小时，虽然成功让老哥失控旋转了360度，但他成功救车，车辆依旧在他的掌控之中。里尔斯见老哥还在调整，毫不犹豫跟上补刀，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直到这一下才算是叫老哥彻底动弹不得。当阿瑟透过车窗看到驾驶的老哥时，也是大吃一惊，这哪里是什么老哥，分明是一位个子小小的老姐。没有想到被多次贴贴还能成功救车，最后还干掉一辆道奇充电器的，居然是一位阿瑟单手就能立起来的妹子。因为这件事情是最近才发生的，所以并没有相关的调查报告。而根据老姐所说，她和2个朋友在路上看见了这辆被人遗弃的野生汽车，甚至都没熄火，所以突发奇想想扭打一圈，前面阿瑟翻车什么的她都毫不知情。对于这样的解释，在座各位有着彭于晏外表的狄仁杰，你们怎么看？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辆车不论是第一次出现还是第2次出现，从打转向
向灯到急刹车，再到左右摇摆，驾驶风格一致，所以从前到后应该都是老姐一人所为。就这样，这位6星老姐倒在了自由之桥之前。至此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